保罗他说：“我是以你们的信心为祭物献给神的。”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生命，得救的生命，都是保罗献给神的祭物，被神悦纳的。那保罗他自己呢？他说：“我若被交奠在其上。”保罗用旧约的献祭来表达自己何等盼望信徒生命的成长。那我们可能要花点时间来看一看旧约他们的献祭，保罗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祭物献给神，他如何交奠在其上？在民数记的15章，这里边讲到了这个燔祭、平安祭，说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，一斤1/4。这个斤呢，就是这个液体的这个容量单位，大约相当于是3.67升，3.67升就是差不多，也就是3.67公斤这么多，这是一斤。那一只绵羊羔、小羊羔要用1/4斤的酒预备作为奠祭。那后边要说呢，为公绵羊就是成年的羊了，要用这个油一斤1/3调和做素祭。这个后边说呢，又用酒一斤1/3做奠祭。后边第8节说是公牛了，公牛呢这里边我们就说就只看用的酒。10节说用酒半斤，就是1/2斤。我们看不同的祭物用的这个酒是不一样多的，1/4、1/3、1/2。牛是最大的，用的酒最多。那这个奠祭呢，就是酒，就是浇奠，就是把酒浇在这个祭物上边，不管是牛还是羊，在烧的时候，在献祭的时候呢，把这个酒浇奠在这上边。大家想一想，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节，在这个燔祭坛上，把这个羊或牛放在上面去，在点火的时候把这个酒倒上去。那么什么先烧完呢？是酒先烧完，对吧？这个酒就是一个助燃剂，其实酒先烧完了，然后它的热量帮助这个祭物继续燃烧，完全的献给神，作为馨香的食物献给神。那保罗他是很多次在圣殿看见这个献祭的过程的，他深深知道这个奠祭它的作用。奠祭就是牺牲自己为了祭物，奠祭就是陪伴，奠祭就是奉献，就是牺牲。先烧自己，把自己奉献烧完，为了祭物。那这个交奠呢，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出现了2次。另外一次呢，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6节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好，大家看到的很清楚啊。保罗说的什么？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就是我交奠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交奠和这个离世，就是殉道，是划等号的。在保罗看来，他的离世、他的殉道、他的牺牲，就是在把他交奠在这个信徒的信心上。英文是 I am already being poured out as a drink offering， 就是奠祭。And the time of my departure has come， 就是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要被献上了，要被作为奠祭交奠在上面。当保罗得知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要被交奠在上面了，我已经成为奠祭被献上了。”他是在现代信徒的信心上，信徒的得救的救恩上，保罗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惆怅，也没有不舍得肉身的生命，而是坦然的赴死，因为他知道他的交奠是美好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是神所喜悦、所接纳的。他的死成就了许许多多无数的信徒的生命，包括我们现在读保罗的书信，我们难道不被保罗的书信鼓舞吗？不被他激励吗？更看到保罗他的美好的生命的见证。保罗他说：“我愿意作为奠祭献上，我以此为乐。”并且他说：“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也要跟我一同的喜乐。”大家看到没有？保罗他这样一个为父的心，
他何等的爱他的属灵的这些孩子们。他不但是以此为乐，还要求我们众人一同喜乐跟他，不要为他的殉道、为他离开而忧愁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离开有多大的价值，就是前面讲的他的死就有益处。18节说：“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”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照样就是要后来的圣徒们效法他，也一样的像他那样愿意的成为奠祭，尤其是那些传道的人，能够为信徒的生命献上自己作为奠祭，交奠在其上。其实呢，大家不要以为保罗只是对这些传道人说的，你们要像我一样交奠在其上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愿意效法保罗，成为奠祭。可能弟兄姊妹说，我也不是传道人，不是牧师，我怎么能像保罗成为奠祭呢？其实这个奠祭就是帮助别人，成全别人的救恩。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效法保罗，我们为人这个献上时间去传福音。当你传的福音的对象他信主了，他成为基督徒了，我们其实就是在献上我们的奠祭，在别人的祭物上，我们交奠我们自己，就是献上我们帮助他、成全他、陪伴他，这个都是神所悦纳的奠祭。所以不要以为保罗这话只是说给传道人的，他说你们就是对教会说的，都要照样喜乐，就是为了自己成为奠祭，成为别人的祝福而喜乐而满足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生是全然摆上为福音的缘故牺牲自己，他的生命也鼓励了一代一代的圣徒们愿意的效法他，实践主的大使命来传福音。尤其在这个时代弯曲背谬，说明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那我们更加要迫切来为主来传福音。求主来带领我们教会，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愿意成为世上的盐和光，把神的道在黑暗当中来照出来。